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同样是失眠，有的人还没有睡就失眠了，有的人睡一半失眠了，后者相较于前者更烦。谁也不想自己一到凌晨就醒来，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发呆，自己心里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咋了，为啥已经很困了，还总是在凌晨醒来呢？是不是肝不好？如果一次两次半夜醒来，并且很快又睡着了，或许大家都不会去在意。可是自然醒后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这就比较烦人了。想着第二天还要上班，还有3-4个小时，闹钟就响了，心里更着急了。经常睡觉睡一半自然醒，可能是两处不通。第一处，肝气不畅，经络不通。一个人的睡眠好不好，和他体内的气血运行是否通畅有很大的关系。有的人白天经常生气，还容易喜欢吃辣的、油腻的食物，体内有太多的火气无法发泄，晚上睡着了以后就会在体内捣乱，从而我们醒来的时间可以看出来和肝经有一定的关系。那么想要改善睡眠，就要从疏通肝经来入手。这类患者症状很明显，比如说嘴巴很臭，经常有溃疡，刷牙时容易流血，眼睛很干很痒，滴眼药水都没有用，每次洗头梳头都会掉很多头发，脸上也油油的。此外还有情绪烦躁、肚子胀气等情况。第二处，肺气不足，肝经不通。肝不好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能够想到，但是还有一点不容易想到，那就是肺经。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体要呼吸，如果肺气不足了，人体就会有胸闷、打呼噜，还会莫名的咳嗽，这些都会让我们从睡梦中醒来。所以解决的方法是补足肺气，减轻体内的肺热。这类患者晚上睡觉容易咳嗽，白天起床后也会咳几声，其他的时候就很少咳。他们的皮肤状态会比较差，没有光泽，而且毛孔粗大，身上的毛发缺少光泽，头发容易断裂。中老年人若是肺气不足了，晚上睡觉会打呼噜，身体燥热。针对肝经和肺经不通，这里教大家2个方法，那就是自己用手揉一揉，将手握成拳头，沿着大腿的内侧上下的揉推，也可以借助刮痧板或者是厚实一点的木梳。每天睡觉前按揉几分钟，有助于疏通经络。另外，睡觉前泡泡脚，将脚底放在滚轮上来回的按摩，也有改善器官功能的效果。除了肝经、肺经的问题，半夜睡不好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。晚餐吃的东西含水量高，或者是睡前喝了饮料，经过几个小时的循环，液体转化成了尿液，给膀胱和大脑带来刺激，人体自动被唤醒，其实就是身体感觉到尿意，想上厕所了。另外，如果晚餐没有吃饱，或者是晚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也可能会因为肚子饿、肚子疼而醒来。睡觉前和家人吵架了，带着气入睡，也会影响睡眠。因为情绪一直在激动，激素水平异常，大脑也会想着某些的心事，部分神经安静下来，还有一部分神经一直很活跃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做梦，血压上升，从而引起心脏跳动过快，破坏了睡眠周期，所以身体自动从睡眠状态中醒来。中老年人突然醒过来，有可能是这3个原因导致的。第一个，更年期出现在女性朋友的身上比较多，很多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容易出现睡眠障碍，睡眠质量大大的下降，习惯在半夜醒过来之后就难以入睡。如果是更年期引起的睡眠不佳，可以多喝一些养生茶来改善，或者平复自己的心情，通过自我调节来改善睡眠。第二个原因是呼吸暂停，经常在晚上3-4点醒过来，可能是受到睡眠呼吸暂停的影响。这类人大多数还有打鼾的习惯。所谓睡眠呼吸暂停，
指的就是人在睡眠呼吸的过程中出现了无法呼吸的情况，这个时候不能给身体带来充足的氧气，就会因为大脑缺氧导致惊醒。大多数患者还有头疼、胸痛症状出现。如果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引起的，需要到医院及时的检查，要引起重视。第三个，焦虑症。凌晨3、4点醒来之后很难的入睡，需要了解原因。这种情况的出现很有可能是焦虑症所引起的。焦虑症也是常见的病症，在发展过程中，患者常有的表现就是十分的焦虑。除了入睡困难之外，还会比较容易在凌晨3、4点就醒来。由于焦虑的影响，还可能会难以入眠。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发生，要及时的针对焦虑症来采取治疗的措施，这样焦虑症得到改善，才能够避免睡眠质量持续的降低。3、60岁以后每天睡多长时间比较合适？60岁以后，身体机能会慢慢的下降，其实会感觉到自己的睡眠时间不足，屋外传出一点声音就会立马的惊醒，而且总是多梦，常常伴随着这样的感觉，会在第二天早上让身体呈现出疲惫的状态。人们常说，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。对于那些老年人，哪怕自己睡不着，也要尽量的让自己多睡一会，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保证身体的健康状况。有相关的研究指出，对于成年人，并不代表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。对于睡眠时间的长短，也要取决于睡眠质量的高低。若晚上只睡了5个小时，早上醒来后精神百倍，而且头脑也没有昏昏沉沉的感觉，那表明5个小时就足够了。如果睡太多，反而会让身体感觉到不适。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代表适合每个人，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讲，睡眠时间尽量控制在6到7个半小时之内。4、半夜醒来后快速的进入睡眠很关键。不管是什么原因醒来的，只要能够继续的睡下去，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就像有的人被尿憋醒，上过厕所回来躺下后，很快就能够再睡着，早晨起来照样是神清气爽。可是如果睁开眼后就睡不着了，那就要注意了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睡姿，先不要管它合不合理，觉得舒服就行。比如说蜷缩着，脚抬高放在毛绒玩具上，胳膊放在脑门上等等。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放松，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嘴巴和腹部，心中默念呼吸2字，腹部跟着上下的起伏，重复几次后，身体会一点点的再放松，然后跟着感觉走，自动进入睡眠即可。找2个核桃放在掌心把玩，就这样躺着，一只手搓着核桃，累了可以换另一只手，感觉手心有点发红发热，说明气血运行已经加快。也可以把核桃放到掌心下方，手掌压住核桃来回的打转。其实很多人醒来就睡不着了，和内心焦虑有一定的关系，因为他们会看一会手机的时间，知道现在才凌晨3、4点，心里会很着急，想着赶紧睡，又觉得自己睡不了多长时间就要醒来，忍不住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最后更加的难以入睡。所以醒来后一定不能乱想，也不要暗示自己快点睡，自然而然的去上个厕所，喝点水，然后接着睡，或许很快就睡着了。大家可以参照文章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，如果是疾病原因，要尽快的调理；如果只是单纯的被尿憋醒、被咳嗽惊醒，那就不用太过担心了。解决完个人问题后，接着睡就可以了。醒来不可怕，就怕长期的睡眠不足。所以早期发现问题后，一定别拖着，要及时的解决才对。还需要注意一点，很多人失眠是因为害怕失眠引起的焦虑情绪，平常的失眠其实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，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